我了一个豆！核心射程直接减半，弓箭手共颜符削弱演示。这边来看一下共颜符弓箭手的一个需要调整。首先是它这个弓箭的射程范围削弱，之前的话弓箭最远射程大概是在这个位置，这边可以看到现在序的话是没有办法出现那个瞄准镜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射程需要到哪里，这个话出现了瞄准器了，大概的话是在这个位置，相当于是2张椅子一个间隙，之前在这里，然后需要之后呢是到了这里。除了这个需要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命中核心的削弱，也就是命中弱点。之前的话出现这个瞄准器，然后蓄满的话是必中核心的。但是现在蓄满的话，它这个并没有办法命中核心啊。命中核心的话，增加了一个距离限制。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距离是多远，大概的话在这个位置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最远距离的话大概在这里，然后需要之后命中核心的话需要在这个位置。相当于是最远射程的一个2/3的距离啊，这个削弱还是相当致命的。之前的话我们是可以大老远在这边命中核心，现在的话需要在这里，相当于是削了一半，削了一半。然后这边来看一下射程削弱之后一些点位的情况，比如说像月亮和对岸这边，我们这边还是可以去命中监管者，但是比之前的话，因为那个核心的距离削弱，导致我们这边没有办法远程去命中那个监管者的核心。像鬼屋2楼这个点位的话，因为射程的削弱，可以看到瞄准的话没有那个瞄准器了。然后这边是圣心2楼这个点位啊，可以看到监管者的话不会出现在我们的射程之内了。然后第3条调整的话是缩小了锁定监管者的瞄准范围。之前我们瞄准监管者之后呢，这个偏移到这个位置还是可以锁定啊，但是现在锁定之后，如果偏移的幅度太大的话，就会脱离那个锁定。然后第4条的话是，当我们锁定监管者之后，如果因为偏移导致那个丢失锁定的话，监管者身上的一个锁定进度会加快回退，也就是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进行一个锁定。然后第5条的话是增加了弓箭手完成锁定的音效跟特效，但是实测下来的话好像就只有音效，并没有特效。然后这边纠正一下，该项调整对监管者是没有帮助的，就是弓箭手完成锁定的话，监管者这边是不会有那个什么音效或者特效提示的。最后是略微增加了弓箭的一个命中判定，也就是比之前更加容易命中监管者。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本期视频内容，我们下期视频见吧，拜拜。